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素颜般的清新美，太难让人移开眼了。从河北农村到5大国家级奖项大满贯，赵丽颖用倔强的小圆脸改写娱乐圈规则。陆贞传奇的泪眼，知否的隐忍，每个角色都活成观众心尖上的白月光。80后唯一包揽飞天金鹰百花的演员，他证明草根逆袭从不是童话。阅读此文之前，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，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，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。创作不易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朋友们，最近刷到赵丽颖的消息，我真的是忍不住想跟大家聊聊。这姐们儿，咋说呢，简直就是80后的骄傲啊！就在前段时间，我看到有网友整理了她的成就，啥飞天视后、金鹰视后、百花奖5个国家级的奖杯全被她收入囊中，这实力搁谁身上不得叫一声牛啊！今天咱就来唠唠赵丽颖到底有多硬核，大家伙儿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被她圈粉的死死的？说起来，赵丽颖的演艺路可不是一帆风顺，她是地地道道的河北姑娘，家里条件一般，压根没啥背景，愣是靠自己一步步爬上来的。想当初，她刚出道那会儿，演的都是一些小配角，台词没几句，镜头更是少得可怜。可你看她那股倔劲儿，硬是把每一个小角色都演得活灵活现，慢慢地，导演观众都记住她了。尤其是陆贞传奇那会儿，她演的陆贞，眼神里全是戏，倔强又柔情，多少人看得眼泪哗哗的。我那时候就觉得这姑娘不简单，迟早得大火。再聊聊她的颜值和穿搭吧。说实话，赵丽颖的长相真不是那种一眼惊艳型，但就是越看越耐看。她那张小圆脸，笑起来甜得不行，眼睛亮晶晶的，好像会说话。记得有次红毯，她穿了一身白色礼服，仙气飘飘，腰身细得跟个小女孩似的，网友都炸了锅，直呼这是啥人间小仙女啊！可她私底下又特别接地气，有次被拍到穿着牛仔裤白 T 恤，拎着个环保袋逛街，咋看咋像隔壁邻家妹子，这种反差萌实在是让人忍不住喜欢她。当然了，赵丽颖最硬核的还是她的实力，她可是80后唯一一个把5个国家级奖杯全拿下的演员。飞天视后、金鹰视后、百花奖这一个个奖项，哪个不是含金量爆棚？尤其是飞天视后和金鹰视后，那可是多少演员一辈子都摸不到的荣誉啊！她能拿下，靠的可不是运气，是实打实的演技。像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的明兰，表面温顺，实则心机深沉，演的那叫一个细腻，多少观众都说赵丽颖就是明兰本人。我看完都忍不住感慨，这演技咋能这么绝呢？网上也有不少网友的评论，真的挺有意思。有人说赵丽颖是真拼，演戏不要命，哭戏一看就是真哭，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。还有人调侃她这奖拿得手软，我的手都替她酸了。网友这嘴咋这么会说呢？不过说真的，大家伙儿对她的评价基本都是夸多黑少，毕竟实力摆在那儿，谁也挑不出啥大毛病。你要是翻翻她的作品，从花千骨到楚乔传，再到幸福到万家，每一部都能打，角色一个比一个出彩，你说这不服不行吧？最后我想说，赵丽颖的成功真不是偶然，她用自己的努力，硬生生在娱乐圈这个大染缸里杀出一条血路，成了80后的奇迹。看到她站在领奖台上，笑得那么灿烂，我是真替她高兴，也有点小感动。谁还没个追梦的日子呢？她的故事咋就这么戳人呢？你们觉得呢？赵丽颖的哪部作品最打动你？或者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，觉得她就是实力派的代表？来，评论区聊聊呗，咱一起夸夸这个宝藏女孩。赵丽颖的美从来都不是那种张扬到让人瞬间窒息的存在，她的美更像是一种轻柔的力量，干净、克制、自然，
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沉醉其中。最近一组赵丽颖的照片曝光，她一袭简约的造型出镜，没有过多妆容修饰，也没有复杂造型堆叠，却以一种近乎素颜的状态惊艳全场。她眉眼干净，神情温柔，一颦一笑仿佛能穿透镜头，直击人心。这样不是雕琢的美，比任何华丽包装都来得高级和动人。在如今这个审美趋于多元，却又被滤镜与修图裹挟的时代里，像赵丽颖这样返璞归真的自然之美更显难得。没有过度修饰的五官，没有刻意制造的高级感，她就只是做了自己，却恰恰因为这种做自己，才显得尤为特别。看她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眼神中带着温和坚定的光，仿佛不是在展现美貌，而是在传达一种态度，即使再多质疑，也不会动摇她的选择和步伐。赵丽颖的美，从不是天生丽质那种高冷不可进，而是后天不断打磨出的一种从容和松弛感。曾几何时，她也走过土气路人感的阶段，可是她没有靠短暂流量去博关注，而是选择默默沉淀，不断提升演技与自我风格。当年那个在横店跑龙套的小姑娘，如今已经成长为时尚宠儿，电视剧收视保证，更是无数女生眼中最值得模仿的女明星。她用时间证明，气质这东西真的藏不住。仔细观察赵丽颖的这组素颜系造型，不难发现她对于减法美学的理解已经达到极致。一件白色或淡雅的单品，一抹柔和自然的妆容，加上一种从容不迫的状态，就已经足够支撑起整个画面的氛围感。没有过度刻意的动作与表情，反倒更有电影感。这种克制又松弛的美，是一种高级的自在，更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笃定。其实很多人喜欢赵丽颖，未必只是因为她的颜值，更重要的是她身上那种努力却不张扬的气质。她从不卖惨，从不炒作感情，从不依赖话题博热度，而是一步步用作品与表现赢得掌声。从陆贞传奇的坚韧，到知否的沉稳，再到幸福到万家的现实主义演绎，它让我们看到演员真正的价值不在于镜头有多少滤镜，而在于塑造的角色是否动人心弦。而现在的赵丽颖，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候，仍然选择保持初心，不急不躁，不人设营销，更不迷失在商业繁华之中。她的每一次出场，都是对自己的一次审视和表达。她的每一次改变，都是有温度、有厚度的成长。这种状态让人佩服，也让人敬重。有时候我们总说娱乐圈的女明星们卷得厉害，颜值内卷，身材内卷，时尚资源内卷。可赵丽颖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，真正能赢得尊重与喜爱，不是内卷的结果，而是内稳的表现。一个人越是淡然，越是能够散发出恒定的美。这种不用力也很美的状态，是岁月给予的奖赏，更是她长期自律和打磨后的回馈。对比许多靠妆容变化、造型风格来塑造话题的艺人来说，赵丽颖的这份简单与真实，更加令人动容。她的素颜感不仅仅是外表，而是一种我就是我的坦然与纯粹。她不需要靠艳压谁，也不需要靠争议上热搜，因为她已经拥有了足够稳定的观众缘和行业地位。真正的顶流，往往是从脱离流量那一刻开始，才显露出深远的影响力。赵丽颖如今的状态，不只是她个人的成长缩影，更是无数正在努力生活的普通人的写照。她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给了很多女生一种新的审美参照，不必追求完美，也不必迎合标签，只要你愿意打磨自己，沉淀自己，相信自己，那份从容和自信终会在不经意间光芒万丈。所以，如果你此刻也在面对生活的压力、工作的焦虑，不妨看看赵丽颖现在的状态，看看她如何一步步在质疑声中站稳脚跟，从被看不起到无人可替代，靠的不是天赋异禀，而是持续的积累与不断的超越。她的美早已不只是外貌的光芒，而是历经岁月磨砺后沉淀下来的力量与光辉。希望所有正在努力生活的你，都能像赵丽颖一样，
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清爽美学。那份不靠浓妆艳抹，不依赖标签定义的美，会在你变得自信而坚定的那一刻，自然闪耀。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简单中找回自我，在素雅中发现力量，用平凡书写不凡的篇章。赵丽颖做到了，你也可以。王一博亲自回应演唱会传闻，官方紧急辟谣，背后真相比你想的复杂。官方辟谣与粉丝狂欢的魔幻对峙，王一博巡演乌龙背后，是档期困局与粉丝经济的激烈碰撞。从盲订酒店到万元定金，这场信任保卫战揭示了偶像工业的残酷真相。当承诺被资本包装成期货，粉丝的等待本身已成永不落幕的演出。一场承诺与现实的拉扯，粉丝经济的狂飙与偶像工业的信任保卫战，官方灭火与市场狂欢的魔幻对峙。2025年7月25日，王一博对接团队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简短声明，近期暂无演唱会安排，任何活动以官宣为准，谨防上当受骗。这则不足50字的公告，瞬间浇熄了持续发酵的巡演热潮。此前48小时，市场已陷入疯狂倒计时风暴。7月24日，中国蓝新闻发布王一博巡回演唱会进入倒计时短视频，播放量破80万，话题阅读量飙升至热搜首位。城市争夺战，网传巡演覆盖上海、北京、南京、杭州。其中上海站拟于9月15日至17日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连唱3天，杭州站则计划10月落地。黄牛躁动，票务平台大橙子票务提前释出购票攻略，宣称可预定未公售场次，内场定金高达1000元每张。官方辟谣与市场预热的巨大撕裂，暴露了演唱会产业中信息黑市与官方话语权的角力。粉丝在盲订酒店研究抢票策略时，浑然不知自己正踩在流沙之上。承诺的重量，从追风者誓约到粉丝备粮的5年长跑，这场乌龙并非空穴来风。2025年6月起，多家媒体曝出王一博拟兑现5年前承诺，因追风者收视数据达标，他曾在采访中表态将用演唱会回馈粉丝。此后8至10月开唱的消息在粉圈悄然流传，杭州、上海成为高频关键词。粉丝的信任源于王一博的一诺千金人设，赛车同事证实他说到做到，拍戏搭档亦称赞其重承诺。这种信任迅速转化为行动，有粉丝晒出存款截图称已备好3个月工资，更有人提前预订演唱会城市周边酒店至9月。而工作室的沉默纵容了期待发酵，直至谣言冲破可控边界。巡演难产的残酷真相，赛车、综艺与档期绞杀。辟谣声明背后，是顶流艺人难以调和的档期困局。跨国录制撞期，王一博当前身处海外拍摄纪录片《探索心境2》，该项目需辗转多国取景，周期长达数月。影视剧挤压，新剧人鱼进入筹备关键期，业内透露其角色需提前进行潜水特训。赛车信仰不可撼动，10月举行的亚洲公路摩托车锦标赛 ARRC 中国站，王一博以职业车手身份报名，其经纪人曾直言赛车是他的生命选项。3项重磅日程形成铁三角，彻底锁死8至10月的黄金档期。演唱会的筹备需协调场地审批、舞美设计、曲目编排等环节，至少需3个月完整周期，而王一博的日程表已无戏可容。粉丝经济的双面刃，从盲订酒店到代拍险局，尽管官方叫停，市场的齿轮早已转动。城市经济预知，杭州湖滨银泰周边酒店预订量在传闻期间激增200%。有民宿老板坦言，王一博效应比黄金周更猛。灰色产业链苏醒，代拍服务以未抢到票全额退款为诱饵，收取保证金。部分黄牛伪造邀请函，叫借万元。信任透支危机，有粉丝在辟谣后晒出万元定金截图质问票务平台，对方却以内部消息滞后搪塞。这场闹剧揭示粉丝经济的脆弱性。
当偶像的承诺被资本包装为期货商品，粉丝的情感投入便沦为商业博弈的杠杆。严选偶像的悖论，社会责任与商业逻辑的永恒博弈。王一博团队此次快刀斩乱麻的辟谣，延续了其主流严选的公关策略。2023年果断否认戴假发约会谣言，避免绯闻发酵。2025年借侵权王一博黑粉公开道歉事件，强化法律维权形象。长期以让流量配得上正能量自我定位，参与亚冬会推广区等主流项目。然而，当严选人设遭遇巡演跳票质疑，粉丝的理性与狂热开始割裂，部分人理解档期不可控，更多人诘问为何不早辟谣。这场信任危机，实则是偶像工业的终极命题。当艺人成为多方利益的承载体，承诺的边界究竟该画在何处？余震、被推迟的狂欢与未熄灭的期待。目前，王一博工作室尚未公布演唱会替代方案，但多方信息指向延迟而非取消。资深演出策划人分析，跨年档北京站或存可行性，因赛车赛事与人鱼拍摄均有望在11月前收尾。粉丝群体中，等得起成为主流声音，有人发起囤票基金计划，每月存500，等官宣时直接冲 VIPO。这场始于承诺，陷于谣言，止于辟谣的闹剧，终成 Z 世代娱乐消费的典型切片。当偶像的每一个眼神都被赋予意义，粉丝的等待本身变成了永不落幕的演出。近日，关于王一博即将举办演唱会的传闻在网络上甚嚣尘上。从场馆已定到预售即将开启，各类爆料纷纷流传，不少粉丝激动地开始攒钱抢票，筹备应援。然而就在大家满怀期待的时候，王一博工作室和相关官方渠道迅速发布声明，澄清近期暂无演唱会计划，让粉丝一时之间从狂喜跌入迷茫。这份看似平常的辟谣公告背后，实际上隐藏着娱乐圈错综复杂的博弈与舆论操控逻辑，也折射出艺人发展道路上并非表面光鲜那么简单。王一博本人也在某品牌活动中被问及演唱会是否真的来临时，罕见正面回应，目前没有安排，还请大家理性看待相关消息。一句话不仅平息了部分谣言，也让人从中感受到他始终如一的稳重与尊重粉丝情绪的态度。他从不轻易承诺什么，但每次开口都力求真实、谨慎。这种话不多但句句掷地有声的风格，其实已经是王一博在演艺圈摸爬滚打多年后形成的独特气质。从粉丝角度来看，期待王一博开唱无可厚非。毕竟他从选秀舞台出道，本就是一名实力派唱跳偶像，舞台感染力和稳定性都毋庸置疑。从 UNIQ 时期到这就是街舞，再到个人单曲和大秀舞台，王一博每一次亮相都在不断刷新观众对他的舞台认知。不管是《无感我的世界守则》这样的舞曲，还是像《阳光》那样这类充满温度的抒情作品，他都用自己的风格将音乐融入舞台叙事中。因此，粉丝们的呼声不只是出于情感，更是一种对其实力的认可与对艺人发展的自然期盼。然而，在这场空穴来风的演唱会传闻中，不难发现背后隐藏着三重博弈。第一，是平台与流量之间的互相博弈。如今流量就是关注度，就是资本。某些未经证实的消息之所以能快速传播，往往是因为有人借助王一博的名字制造热度，从而引流变现。他们并不关心事情的真假，甚至明知是假也要炒，因为热搜本身就是最廉价又高效的商业操作手段。一旦粉丝和路人都被卷入讨论，就意味着数据流量变成了平台盈利的工具。第二，是艺人和团队的谨慎权衡。王一博如今正处于转型上升期，从偶像逐渐向演员、文化符号、多期发展靠拢，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稳扎稳打。如果贸然开唱，一方面容易被质疑是炒人气、急功近利，另一方面也会受到演出安全、档期冲突、质量把控等诸多限制。因此，即便团队有计划，
也是必要深思熟虑，不会在没有完善筹备前轻易官宣。第三是粉丝、市场与行业规则之间的动态平衡。粉丝期盼归期盼，但演唱会不是一场应援活动那么简单，它涉及到资源调配、监管审批、艺人身体状态、现场团队组织等复杂系统工程。而现在国内演唱会政策趋严，票务市场管理混乱也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。艺人作为公众人物，任何活动一旦执行不到位，轻则口碑受损，重则承担法律责任。这对王一博而言，无疑是必须慎重面对的风险点。正因如此，工作室选择第一时间出面辟谣，其实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。他们没有任由舆论发酵，没有推责拖延，而是及时纠正错误信息，以防引发更大规模的误解和经济损失。王一博本人也愿意站出来表达清晰态度，这种透明与坦率，其实比任何华丽舞台都更令人动容。有网友调侃，做王一博的粉丝真的太难了，想他的时候不敢打扰，盼舞台又怕他太累，一有风吹草动都提心吊胆。这句话虽然半开玩笑，但也真实映射了如今粉丝生态的矛盾心理，既渴望看到偶像发光发热，又不愿意他为了迎合市场而透支自己。而这恰恰就是王一博和他的团队最让人安心的地方。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只为流量而存在的人。从踏入娱乐圈开始，他就将用作品说话作为核心信念，无论是拍戏、跳舞、主持、赛车还是公益，他都用一种近乎笨拙的坚韧与专注去一一完成。他不会为了短期热度而放弃长线积累，也不会为了迎合观众而失去自我节奏。或许很多人依然不理解，为什么王一博明明是顶流，却总是神隐？为什么他不像其他明星那样频繁直播、营业、刷热搜？但这正是他最珍贵的地方。他始终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，也清楚粉丝真正需要的不是浮夸表演，而是真实成长的每一步。所以对于这场演唱会乌龙，我们无需气馁，更不必愤怒。相反，这是一种提醒，作为粉丝，我们要学会理智的爱，稳稳的等。作为大众，也应该尊重艺人发展的多维路径，不要轻信营销号式爆料。作为行业，也应逐步构建一个更透明、更规范的演出环境，给真正有才华、有态度的艺人提供一个更健康的舞台。王一博的沉稳、清醒和不盲从，正是当下娱乐圈极其稀缺的品质。他从不靠绯闻炒作，也不靠人设圈粉，而是用一部部作品、一段段舞台、一次次自我超越，回应所有质疑。他是舞者，也是演员，是偶像，更是榜样。他的路虽然慢，但从未停歇；他的光虽然不喧哗，却始终照亮前方。演唱会有一天会到来，但在那之前，我们需要的不是催促，而是信任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属于王一博的那一刻终将到来，而且会比想象中更好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